今天初一拜完了村里的所有的年，我们就准备去上班了。明天初二，咱们就正式营业。这里哈，初一过完了，我们的年也就过完了。今天就是闲宁，明天初二，挖角期正常营业。拜拜，看这里面几乎也没什么人。今天我就要收拾行李回到广州了，估计好多人都已经开始上班了吧。我是新哥，99年专科生，一个湖南18线小城市普通男生，和一般打工人一样，过完年我也是早早的来到了打工地点。尽管是初8开工，但我依然提前到来，为了多出时间来适应住宿环境和城市环境。一大早7点钟就醒来了，和姐姐一起来到停车场。由于我们这个小县城比较拼，没有直达的公交到车站，就需要提前1到2天约好人一起包车前往。很多回老家过年，初一初二就回来了。我说一个真实的经历，可能你会共鸣。其实很多时候回乡过年是一种仪式，也是一种你的情绪而已。但事实上，你回家待几天之后，你发现天天都是吃喝或者麻将，你待个3、2天，其实你就已经很累了。你看过年，就算亲戚朋友、同学的机会，更多的也是一些客套话，可能大家不好意思问你做什么，或者你的生意、你的产品，更多的是其实很多人根本不关心你做什么。今年有人大年初一就去上班了，初四、初5的路上就挤满了人。为啥？有人说是为了挣钱，早早去开工。还有网友说了，在家真撑不住了。过年到今天吃了2家酒席，明天还有一家，准备上午吃了就走。知道的初十还有一家，说不定在家刷刷抖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家，走势上策。还有网友说，兜里没有钱，过年就恐慌，既不敢拜年，又不能走亲访友，还不如早早回到工作地蜗居里默默刷刷手机。中国今年过年假期从1月28号除夕开始，到2月4号结束。不过呢，年才刚刚过没有几天，各地就涌现了提早返程的人潮。从2月1号开始，各地火车上、高速公路上都出现赶回打工的人潮与车龙。第一批返程的大聪明已经堵在路上了，这成了2025年春节返程的热门话题。本想提前出发避开高峰，结果大家都这么想，高速成了巨型停车场。有人无奈的吐槽，开了2个小时，一看才开了50公里。现在好了，整个江西高速全线封闭，这怎么办？回温州也回不了了。现在这怎么办？出不去了，全线封闭了。这就是江西高速的这个病态啊，这么多年了还没解决掉。好多人初二就开始急着回城里打工了你说他们到底是图什么呢？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原因。有人觉得初二出门不堵车过路费呢还能省一笔，算盘打的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还有人觉得大年初二这年呢就算是过完了，早点回去能提前适应工作。还有些人纯粹是想逃离老家那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同学聚会各种攀比，七大姑八大姨追着问东问西压力大得很。不少珠三角地区的基层劳工也都提前返程。有外省打工的网友说，提前出门既是为了躲开返程的高峰，也是因为经济不好，想早点开工挣钱。你们看嘛，今天才正月初6，我们生产队又是10家大门9家锁了，我都不晓得是哪个发明的要出去打工，整得我们工人不像工人，农民不像农民，屋里房子修得宽宽的，没得人住，要跑到外头去住那些活动板房，真的是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，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。如果不是因为炒股票亏了40-50万，原本我可以在老家找一份2、3天的工作，哪怕每个月可能不剩吧，但是解决温饱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下好了，炒股票亏了40-50万，又加上身上背负着房贷，也是40多万，还有一些炒股票加的杠杆也有20-30万，全部加起来有100多万。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办法，只能外出打工，
这年后找工作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？凭我多年来的这个经验，那最好的时间肯定就是过完年初10左右出来。也可以说，在这个期间里，你来的越早，你的选择性就越多，你就能挑到更好的工作。因为厂里面它一般会放3到7天假，这期间厂里面肯定会急着要人，那大批量招工，工价也会稍微高一点，条件也都会宽松。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，很多的中介劳务为了让你赶紧来，都会给你报销路费。但是正月15一过，这市场的人就会相对饱和，每个人都要找工作。那紧接着等到3月份，大量工厂就会开始停招了。但是呢，也有网友说，现在竞争很激烈。去年中国各个大城市的居民失业率都很高，随着经济的下行，很多工厂的工人面临着减薪裁员。即使开年了，大城市的工作也是不好找。这里是东莞东站，现在从这个东莞东站回老家的人是非常少的，但是啊，从老家来东莞打工的人是非常多的。每个人拉着自己的行李箱啊，满怀期望和梦想来到东莞寻找发财的机会，寻找翻身的机会。但是注定大部分人在这边是翻不了身的，因为这个东莞虽然有1000多万人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，他们在这边啊只能仅仅养活自己，因为这边啊好的厂太少了。这些人啊，他出来打工，你看背着行李，急急忙忙的到自己的目的地，有的是没有目的地的，就是盲目出来的，因为他也没有工作。在这个东莞啊，普通人找普通工作，他的工资是非常低的啊，除非你有学历、有技术、有人脉、有资源、有背景。如果你是个普通人，你茫然的坐火车来到东莞，你是很难找到好工作的。开年很多人都想出来找高工资，问题是说进厂哪儿那么多高工资嘛，对不对？我都说了的哈，厂头一般就4、5千，好来5、6千，啥子7、8千的就不要想了哈，少得很。大多数都有套路，自己想好嘛。毕竟这个钱不好挣的哇。反正需要进厂呢，这些天陆陆续续的厂也多了，对吧？工资高点，汽配厂、橡胶厂，吃得苦的呢都可以去挑战，对不对吧？像电子厂、食品厂这些工资也不高，年龄大呢也只有去食品厂。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工作特别难找？现在估计有很多老板在想，哎呀，现在人怎么这么难招？不是人难招，是人才难招。但是你有没有换位思考过？现在经济下行，现在很多人工作都没法找了。你要知道老板难，你想想，会不会有很多工人下岗？再加上 AI 这么强大 ，DeepSeek 这么强大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真的会面临很多人失业，尤其是普通的工作。唉，所以我真的为很多人着急啊。回头看看年前，中国各地发生多起农民工讨薪事件，更别说好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去干一些比较低廉的苦力活，比如送外卖、快递之类的。但赚钱是越来越难了，今年各行业可能会更卷。下辈子如果要有选择了，回来了，绝对不了太累。他不明了都起来，都得上工地，天黑摸着星星的回家。这一年都挣多少钱？200-300块钱。老百姓跑出去咋着也不好发财。你想着干的就挣钱的买卖嘛？想我咱投资去离开，可挣不可赔。你就是说是吧？其实你要是说这么多手里钱赔了，人家连吃饭都是个问题了。今年多大了，大哥？41了，2个儿一个闺女。压力再大，你得勇敢的面对。在这吃这顿饭花多少钱？8块钱，这也是。要是让你花15块钱买一瓶奶茶的话，你舍得吗？不舍得。有那钱还不是给小孩买点吃的吗？我看你年纪不大吧？28了。这么年轻，怎么不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呢？轻松的工资低，收入看不上。干这个一天挣多少钱？200-300块钱。关键是现在干了活的那个钱要过来了。你干活这个好干，给你喊你修你的，修你盘那些厂。你要钱的时候，他开始骂你了。他付给你了，他不守信用，他不给你。跑店里又扣你的工资。大桥的桥底下，最主要的就是送外卖的人，有的是打工，一些就是流浪汉。看到这种情形，心中满是悲戚。生活的重压下，这个角落成为他唯一的避风港，心里感到很心酸嘛。广州很多桥底下都住着人。现在东莞这边正式工的一个工资行情，中型厂、小一点的厂，加班少的可能也就3-4千，3000多这样子；大一点的厂可能也就4、5千，很少会有厂超过6千的。所以你们不要相信网上说什么一个月6千、7千的正式工，这种基本都是虚假照片，都是黑中介骗人的。你们知道
西安某知名国产造车企业手机代工流水线上的牛马，一天工作多长时间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？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，7点40开会，8点正式上班，一直要干到晚上8点，一天只给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这是诗和远方了。一年四季的变换，他们可能都没时间感受，麻木机械已经融入血液，自己都分不清楚是人还是牛马。这网友愤慨地说，这种两头不见天的日子看了直呼太监。可是如此卖命，他们的基本工资却是按照西安一类最低的标准，只有人民币1950块钱，一个月加班30天的情况下才能够拿到4、5千块钱。而这家企业还不管饭，每个月补助150块的伙食费，平均一天都不到5块钱。看到这个数字，真的令人心酸。底层打工人活得如此艰难，许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也是同样的无奈。过年期间，网上流出许多年轻人四处奔忙却找不到工作的视频。找不到工作的可不止24届毕业生，22届、23届也都在找工作。再过几个月，25届大学生也毕业了。这一茬一茬大学生就像割韭菜一样，前赴后继的。这大学只有入口没有出口，毕业即失业。大学成了一个只管销售没有售后服务的工厂。本来含辛茹苦的供我读大学，如今我老了，廉价的农民工没了，我们又成了廉价的大学生，不如当年的爸妈了。中国送走了廉价的农民工，却迎来了廉价的大学生。现在月薪3000，招不到一个农民工，却可以招到一批的大学生。而这些廉价的大学生，正是这些农民工用廉价的收入供养出来。农民工好不容易供养出来大学生，到头却发现还不如当年的自己。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以后，男的送外卖，女的搞直播。送外卖的休息时间看直播，搞直播的饿了点外卖，送外卖的挣了钱用来打赏，搞直播的挣了钱用来点外卖。大学生花了父母那么多血汗钱，最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